大家好，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所以呢，我们邀请了一个特别的来宾，是邱律花头的邱律。大家好，我是邱伟强律师。那我们今天找了律师呢，当然就要谈谈有关于一些纠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案件也有很多客户，他们会问我们说，他们家漏水，楼上邻居死不开门，抵死不从，我就是不要开门，不让你进来看，不进来看就没办法修嘛。所以我们到了现场呢，也只能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们看不到漏水原因，所以现在没办法处理。那我们就要来问问看我们的邱律师，请问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啊，其实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6条的规定啊，这个楼上的邻居他其实有义务要开门让你们的工班进去看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如果他1次还是不理你，2次不理你，接下来你就可以请这个主管机关发函给他，请他一定要开门，否则就要罚他钱咯。主管机关是谁？主管机关通常是县市政府里面的监管处，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请我的客户去跟监管处讲，应该怎么做？我要发文吗？还是要怎么处理呢？监管处或都发局啊，那你可以跟他们说，像台北市、新北市有那种1999的那种专线，你打进去，然后请他们转过去也可以。通常是用电话就可以啦。那如果真的没办法转到他们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写韩文的方式，或者是检举信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完的时候呢，那个主管机关他们就会发文要求邻居要开门嘛，对不对？对。Okay. 如果他不开门呢，他依旧坚持我就是不开门，怎么办？主管机关就可以罚他钱哦，这个钱从这个3000块到15000之间，都可以去对他按次的来去做处罚这样子。他收到文之后，他如果不开门，有一段时间的吗？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啦，通常会给他定个5天、7天之内要这个开门这样。OK， 所以如果他坚决不开门，我主管机关大概可以罚他2次，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的程度，对啊。那这样子，我们的观众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子跟他谈判，有机会可以要求他开门。可是如果他依旧都不要，他就说没关系，你就罚我钱，我就不让你进来。反正漏是漏你家，那怎么办？他这样这么硬的话，那你就是走看看。如果你还想要顾念邻居的情谊啊，那你可能就先申请这个调解，去调解委员会调解看看。调解委员会他还是不出席的话，那也只能走法院的诉讼程序了。这真的要上到法院，因为我们都知道进法院啊都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对，通常要怎么样子？法院的程序大概要多久？如果包含鉴定程序的话，因为一定要去鉴定说这个到底是谁发生的问题嘛，包含这个鉴定程序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审级大概8个月到1年左右都有可能哦。假设说你的金额很高，有超过150万的话，那就会到3审，一审、2审、3审下来，没有两三年是跑不掉的。但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会有哪些费用呢？这些费用啊，包含你要利用法院的程序，你要付一个裁判费，就是类似门票的概念这个就是你可能修缮金额的1%左右的这个部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鉴定费用的部分，鉴定费用大概是实务上大概6万到10万都有看过这个都是你要先自掏腰包出来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要请律师协助你处理的话，那你也要付这个律师费的部分，这样子。如果我请你当律师的，律师是我出嘛？剩下的费用是我可以要求对方出吗？对，如果他败诉的话，那就可以要求他出这笔费用，这样子。如果你真的都不处理，就可能要花2年、3年的时间我就跟你耗定了。所以我可能就要请法院来强制执行你的扣押、抵押他的房子吗？还是怎么样嘛？就一方面是说强制执行这个程序可以让我们有公权力介入，可以直接进去进行修缮2方面是说，比如说最后法院判该要赔，假设100万好了，他说我没有钱那我就是拍卖你的房子嘛，那你的房子来去抵这个费用，这样子。太棒了，所以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家的邻居不想处理的话呢，好好的跟他好言相劝，这样子后面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跟钱，大家都很讨厌麻烦了，可能会转个念就可以开门让你进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帮你处理。如果呢他还是一样不想处理的话，我们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邱律师可以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那邱律，我们刚刚只说到那个鉴定如果真的呢派来的鉴定单位他都不开门不让他进去，这样子后续怎么办？他这样子的行为被法院看在眼里，就会认为是说楼下讲说楼上有漏水，结果你楼上不来法院，也不开门让鉴定单位进来，法院就可以认为说，你确实是有漏水的状况变成既定事实就对了。对，大概是这样胖虎最近我家也遇到了有点类似的问题我们家的浴室的天花板，我们有一天发现它怎么黑黑的一块，就好像发霉的状况。我们把它一拆掉之后，就发现里面那个天花板上面的水泥一直滴滴答答漏水下来，所以我们就怀疑说，是不是楼上的住户他们家漏水导致我们家
产生这样的状况啊。好，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胖虎这边会怎么样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决定说是楼上的问题呢？像这种情况呢，通常如果你家是天花板漏水的，我们通常会请楼上的邻居配合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会做一些测试，来看看是不是楼上漏水下来。其实如果在老旧公寓呢，或者是老旧的大楼里面呢，不一定真的是楼上漏下来，这偶尔也会发现的一件事情。建筑他们的管线啊，都是从最上面一路到最下面，这段路线呢，其实因为久了嘛，可能20-30年或30-40年，这个难免都会有一些漏水的问题。可能漏水的位置根本不是楼上或者更上面，楼上隔壁邻居都是有可能。为什么说住家的漏水难抓？难抓不是漏水难抓，而是要找到大家一起配合找漏水很麻烦。对，因为我可能去楼上看，试完所有的东西，发现不是他们家。如果你家住在3楼，然后楼上30楼，我要从30楼一路往下查，这其实蛮花时间，因为要配合大家的时间很麻烦。但是还是有办法可以我们组成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就分开来，来找出它的到底哪一个区段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细部的查。对，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家漏水不一定楼上，所以千万不要直接去楼上屌说，我家漏水都你害的。要记得要当个好邻居，人家以后比较好愿意让我们进去处理，就算真的他的问题的。那胖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案例是说，楼下他为了不想要，就像你刚刚说，要找大家出来这么麻烦嘛，他就找了这个防水师傅，在他楼下的这个天花板那边做一个小凹槽，然后再接一个水管接到排水口这样子。你觉得这个方法是 OK 的吗？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疑虑嘞？这个方法呢，很常见到呢，就是大家如果房子是租的情况下，那通常这是最便宜的处理方法。因为做一个水盘，再接一个管子，大概1-2万块可以处理掉，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解决掉漏水的问题。但是其实长时间来说呢，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楼板呢它一直在漏水嘛，这个水没有解决掉，这个水呢就会一直不断的影响到我们里面的钢筋。大部分的老房子都是有钢筋混凝土，对，那钢筋遇到水呢就容易生锈，生锈之后呢就会导致那个楼板呢就开始有一点裂缝啊，或者膨胀或掉下来。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那个楼板的状况变得不稳定。整体来说啦，这是一件短时间可以暂时处理，但长时间对建筑物来说不是好事。但如果你是租房子呢，这是最方便的一件事情。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邱律师今天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在上面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记得之后找一下我们邱律话多的邱律，这样他可以解决你任何生活上面遇到了法律疑难杂症的问题哦。没问题。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邱律师。那我们今天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还有我们的邱律五花头的邱律，要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2个人的 YouTube 频道哦。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留言，这样之后呢，我们可以一一回答你哦。那我们再次说再见 ，OK， 拜拜。